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譚松韻、逍遙首次挑戰古裝奇幻題材，解鎖中式童話奇旅。當滿屏的仙俠劇還在為三生三世虐戀拼得你死我活時，央視年底甩出的這部《逍遙》卻劍走偏鋒，用一對非典型 CP 炸開了市場。不是男女主愛得死去活來，而是男二和女主之間那種口嫌體正直的哥妹情誼，成了觀眾最新的電子榨菜。演員汪鐸本人更是親自蓋章，直言譚松韻媚感十足。這波來自正主的認證，直接把秉燭 X 逍遙的哥妹 CP 送上了熱搜。逍遙在2025年12月27日登陸央視8套，開播即爆，迅速登頂同時段收視冠軍。這部劇由指導過《狂飆》的導演徐紀周跨界操刀，譚松韻、侯明昊領銜主演，趙麗穎特別友情出演。故事構建了一個人族與妖族因爭奪能長生不老的玉裡神泉而紛爭不斷的世界。譚松韻飾演的市井少女逍遙，因被誣陷而被迫加入尋泉隊伍，意外喚醒了被封印100年的妖王紅葉，從而捲入跨越100年的恩怨漩渦。然而，讓這部劇討論度飆升的，並非這條主線愛情，而是副線中斬妖師秉燭與逍遙之間獨特的互動。在普遍追求極致 CP 感的仙俠市場裡，逍遙意外地靠兄妹感戳中了觀眾的癢點。飾演秉燭的汪鐸，憑借這個角色迎來了演藝生涯的一個高光時刻。他出道於郭敬明公司，曾在《幻城》《媚者無疆》《晴雅集》等作品中有過演出，但直到逍遙才真正被更廣泛的大眾觀眾所熟知。劇中，他飾演的秉燭是皇帝新任命的斬妖師，外表冷峻，造型酷似錦衣衛，一張劍魔臉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秉燭這個角色的魅力在於其反差，表面是高冷威嚴的公務員，但一遇到古靈精怪、總愛闖禍的逍遙，就瞬間破功，切換成操心老大哥模式。這種設定精準地擊中了當下觀眾對非愛情向親密關係的審美需求。譚松韻的表演是這對哥妹感成立的關鍵。1985年出生的她，在劇中飾演少女逍遙毫無違和感，其自帶的娃娃臉和靈動氣質被觀眾和搭檔一致認可為媚感天花板。汪鐸在採訪中坦言，譚松韻的媚感真的藏不住，跟她演對手戲，很自然就會帶入寵妹妹的狀態。這種天然的少女感，讓角色之間的互動充滿了可信度。在劇中，逍遙是個有點貪財、有點慫但又善良勇敢的小騙子，而秉燭則是那個一邊嫌棄他麻煩，一邊又默默替他收拾爛攤子的人。例如，逍遙想賣假降妖符賺錢，會拉着秉燭要3-7分成，遇到危險時，最先衝上去保護他的也是秉燭。這種你鬧我護的日常，產生了奇妙的喜劇效果和溫情氛圍。劇集通過大量細節夯實了這種關係。在已播出的劇情中，有幾個場景被觀眾反覆提及：逍遙被水鬼拖走瀕臨窒息，秉燭火速將其救上岸，卻嘴硬地說胃氣絕和虛度氣。逍遙不小心劃破手指，秉燭會第一時間遞上手帕，就連逛街時，他也任勞任怨地跟在後面當人形提包架。這些細節塑造了一個口嫌體正直的哥哥形象。甚至當有觀眾猜測秉燭是否喜歡逍遙時，劇情和人物設定都明確表明，他們之間是純粹的、類似兄妹的守護之情。這種純粹反而讓情感顯得更加珍貴和動人。網友調侃說，汪鐸看譚松韻的眼神裡全是我家妹妹只能我欺負的寵溺。逍遙的制作投入巨大，耗資3億搭建實景萬妖谷，並邀請了《流浪地球2》的特效團隊。但它的出圈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種反套路的人物關係設計。在仙俠劇普遍陷入幾生幾世、
天下蒼生為背景談戀愛的套路時，逍遙用更貼近生活的哥妹互對日常打開了新局面。汪朵也因這個角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她過去飾演的角色如《媚者無疆》中的病嬌公子，《凡人修仙傳》中邪魅的王禪，都展現了她的可塑性。但秉燭這個外冷內熱的妹控斬妖師，讓她以一種更親切、更接地氣的方式走進了大眾視野。當一部仙俠劇的成功，不再僅僅依賴於主角間撕心裂肺的愛情，而是讓一段非典型的守護之情成為話題中心，這是否意味着觀眾的審美正在悄然轉向？我們追捧的究竟是轟轟烈烈的宿命糾纏，還是這種細水長流、充滿煙火氣的羈絆？哥妹感的走紅，是 CP 市場的一次意外分流，還是對傳統情感敘事模式的一次溫和反叛？這或許比劇情本身的結局更值得討論。2. 譚松韻，你美得讓我感到陌生了。怎麼有人35歲了還是靈動少女？在當今這個快節奏的時代，譚松韻猶如一股清流，她的存在讓我們重新思考美與青春的意義。35歲的她，無論是在熒幕上的表現，還是在生活中的態度，總是散發着獨特的氣質，仿佛時間從未在她的身上留下痕跡。她不僅僅是一個演員，更是許多女性心中的榜樣，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在歲月的流逝中保持靈動與活力。在譚松韻的作品中，總有一種讓人感到親切的真實感。她的角色往往充滿了生活的氣息，仿佛每一個眼神和微笑都能勾起觀眾內心深處的共鳴。這樣的表現不僅僅在於她的演技，還有她對角色的深刻理解與生活的感悟。無論是飾演活潑的少女，還是成熟的女性，譚松韻都能將每一個細節演繹得恰到好處。她的表演中流露出的自然與真實，正是她與觀眾之間最真摯的連接。譚松韻的美麗似乎不僅僅依賴於外貌，更在於她對生活的熱愛與積極向上的態度。她常常分享一些生活中的點滴，不論是與朋友的聚會，還是日常的工作，仿佛都能在其中找到一種生活的樂趣。這種生活方式不僅讓她在公眾面前顯得更加真實，也使她的形象更加立體。每當看到她那明亮的眼神與甜美的笑容，難以想象這樣一位女性所經歷的挑戰與困擾。隨着年齡的增長，許多人對青春的理解逐漸變得複雜。曾經的年輕人面對歲月的流逝，常常感到焦慮與無奈。然而，譚松韻的存在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她用自己的經歷告訴世人，真正的年輕並不是年齡的數字，而是一種心態。她的每一次公開亮相，仿佛都在向我們傳達着一種信息：無論歲月如何變遷，內心的熱情與對生活的熱愛都能讓我們保持青春的氣息。在社交媒體上，譚松韻與粉絲的互動也反映出她對自身形象的把握。她常常分享日常的點滴，或是接受粉絲的提問。在這些交流中，她表現出了真誠與親切，拉近了與觀眾之間的距離。這種互動不僅是對她個人魅力的認可，更是對當代女性形象的一種積極引導。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開始在她的影響下，勇於展現自己真實的一面，追求自己的夢想。然而，儘管譚松韻在許多觀眾心中是一個積極的榜樣，但她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作為一名演員，她面臨着競爭與壓力，尤其是在角色選擇與作品質量上。儘管如此，譚松韻始終保持着一份清醒與堅定。她知道，只有不斷挑戰自我，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娛樂行業中立足。這樣的堅持與努力，正是她美麗背後的力量所在。在多年的演藝生涯中，譚松韻經歷了許多變化，從早期的青澀到如今的成熟，她的成長軌跡不僅是個人的成就，也反映了社會對女性角色的認知與期望。在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中，
女性角色正在獲得更多的深度與廣度。譚松韻的成功正是這一變革的縮影。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華打破了固有的框架，塑造了更加多元的女性形象。正因如此，譚松韻的每一次嘗試都顯得彌足珍貴。她在每個角色中的表現不僅是對自身演技的挑戰，更是對觀眾審美的啟迪。隨着故事情節的發展，她的角色逐漸深入人心，仿佛讓觀眾在每一次觀看中都能找到共鳴。她展現出的靈動與智慧，不僅令角色生動鮮活，也讓觀眾對美的理解更加多元化。在這個追求完美的時代，譚松韻的獨特魅力恰恰在於她的真實。她沒有試圖迎合外界的期待，而是堅持做自己。她的每一次出現在熒幕上，都像是在傳遞一種非凡的勇氣。女性可以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展現出不同的美麗，而這種美麗正源於內心的豐富與堅定。這種自我認同感使她成為了許多人的偶像，而不僅僅是一個明星。隨着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望越來越高，我們也在不斷探討什麼是真正的美。在譚松韻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堅持、努力和真實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年齡不再是限制，反而成為了她魅力的一部分。她的故事激勵着無數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展現出更為豐富的自我。最終，譚松韻的美麗是一種永恆的狀態，它不僅存在於熒幕上，更生活在每一個追求夢想的人心中。她用溫暖與智慧告訴我們，青春並不是一段消逝的時光，而是一種持續的心態。在這條追尋美的路上，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靈動與純粹。這樣的信念無疑會激勵更多人勇敢迎接未來的挑戰，綻放自己的光彩。